本影片是由 Uno Voyage 安口设计、李宁 Fundación Alexander Mimo Vargas Court Kings His Court His Vision 赞助播出。Hey, what's up, your boy Skip to my 路，欢迎来到这个篮球的频道。那在这里呢，我除了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很多有关于篮球员的故事之外啊，我还会想要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来认识这个篮球的文化，因为篮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运动而已了，它已经慢慢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生活的风格。篮球影响着我们的穿着，影响我们听的音乐，甚至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那在去年2021年的12月，我很幸运，我跟着台湾花式街头篮球第一人小夫，我们一起来到了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参加世界第一街头篮球队 Court Kings 的委内瑞拉巡回赛。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在千禧年的街头篮球热之后，过了20年，这个正在走向世界的街头篮球文化。Alright, let's get to it. 原本巡回赛要在美国的迈阿密举行，但是也许是因为疫情关系 ，Court Kings 决定移师到号称拥有全世界第一热情观众的委内瑞拉。南美洲对我来说是一个未知的国度。只有在电视上看过哥伦比亚、巴西等等的电影或者是纪录片，光是想到要踏上这块足球大陆，就让我非常的期待。委内瑞拉因为不是台湾的邦交国，要拿到签证，连外交部的人都没辙。他们回复我说，除非你有亲戚在那边，或者是你有那边的国籍，不然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后来才发现，因为邀请我们的是政府官员，所以拥有一张推荐信就可以了，感觉那个纸跟圣旨一样。从台湾出发，经过了大约40个小时，我们降落在委内瑞拉的首都 Caracas。委内瑞拉是探险家哥伦布最早踏上的南美洲土地，在南美洲的北方，位于哥伦比亚的右边。全年的气候都差不多，没有特别的四季之分。因为是大陆气候，所以蛮干燥的，非常舒服。人口大约2800万，面积大约是台湾的26倍。官方语言是西班牙文，大部分是用美元做交易。几乎所有人都会跳骚洒，好像出生就会一样。路上大部分的墙都充满了绘画和涂鸦，让整个国家都充满了热情的气息。这一点真的让我非常的喜欢。这里的大老板 Alexander Mimo Vargas 之前是委内瑞拉国家队的球员，后来从政之后努力用运动影响委内瑞拉当地的孩子们。他帮助非常多贫民窟的小孩，修建无数个篮球场，也盖了很多的运动中心。传说中邀请 Court Kings 来这里比赛的部长大人就是 Alex， 我觉得他在委内瑞拉很像进化版的黑人哥陈建州。南美当地普遍低收入户比较多，所以外来观光客如果长得跟我一样很朴实，不凶不高不壮的话，没有当地人的陪伴，建议不要自己在路上乱晃。所以我们的活动范围大约就在饭店周围的1-2个街区而已，只要是巴士所到的地方，球队成员的附近一定都会有配枪的保镖围绕着我们，是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蛮有趣的。35天的巡回当中，我们总共打了18场比赛，其实行程非常的紧凑，有好几次都是连续打4-5天，这个对于精神上、体力上都是蛮大的考验。比赛有一半在首都 Caracas 附近，而另外一半的比赛是边旅行边打。先介绍一下队上的成员 Joel Henry， 身高6尺1寸，186公分，来自英国的伦敦，曾经待过英国的职业联盟 BBL， 之后决定专心朝灌篮方面发展。他是2019年 FIBA 3对3世界巡回南京站的灌篮大赛冠军。我觉得他的特色是1个月下来，每一次看他灌篮，一次比一次还要可怕。他的弹跳能力就像天空一样，没有极限。Just Fly， 本名 Justin Darlington， 6尺4寸，193公分，来自加拿大的灌篮好手，是个疯狂的七龙珠迷，耳环、袜子和电动都有七龙珠的影子。别看他长得一副雷鬼爷爷坐在旁边，嘻嘻哈哈的，好像没什么。他爬树的技巧是一流之外，看到他的灌篮真的会吓死你。这个也跳得太高了吧 ！Rashad Perkins， 6尺5寸，196公分，个性豪放狂野的他，场上就像一只斗牛犬一样，
他就像是球队中的发电机，拿手好戏是反弹篮板之后的灌篮，几乎每一抛必灌。而且第2场比赛他就把篮筐扯坏了，听说他受伤之前更夸张。这个我在亲眼看到他穿拖鞋之后轻松的大灌篮之后相信了。Master J 小夫，台湾花式篮球教父级的人物，融合街舞和篮球的元素，在街头篮球上有非常多独创的招式，是第一位加入 Core Kings 的亚洲人，也是台湾职业3对3 T3BA 中的一员。Jumping Joe， 本名 Joe Ballard， 6尺5寸，196公分，前哈林篮球队球员。不止篮球，手长脚长的 Joe 是一个超级运动员，很多的田径项目都难不倒他。每次看到他1对1的进攻，都直接体能完全碾压对手。至于灌篮就不用说了，这次巡回赛最扯的一球，就是 Joe 上 ESPN 的背后隔扣。Mr. Viral， 本名 Angelo Sharpless， 6尺4寸，193公分。在加入哈林篮球队之前，在 NCAA 2级的联盟是年度最佳球员。曾经参加2013年的6马队夏季联赛，他非常的壮，跟一头牛一样。每一次看他灌篮，都有野兽 Sean Kemp 的味道。本次巡回的2次脚踝终结，把人晃飞，都是由他创造的。Remix Ran， 本名 Randall Smith， 6尺182公分。看他运球的节奏感，场上穿梭自如的身手，和传出许多意想不到的妙传，就像在看一门表演艺术一样。很多人都说打街头篮球的人不会打正规篮球，看完 Remix 打球你就会知道，只是今天晚上他想不想拿50分而已。Tony Crosby 5尺6寸，168公分。一开始看到他的身高的时候，我想应该是运球很厉害的那种球员吧，结果发现这位老兄是来扣篮的。Tony 比我还矮5公分，但是大车轮胯下灌篮都难不倒他。我想他的鞋子一定有什么问题。对啊，一定是因为鞋子的关系。It's gotta be the shoes. Zach Andrews 6尺9寸，206公分，球队的大中锋，绰号 Bad Intentions Rim Reaper， 每次灌篮都超用力的想把篮筐给灌坏，也是队上的火锅王。他到过世界很多地方打球，曾经入选 NBA 发展联盟的全明星，打过湖人队，并且和 Kobe 当过队友，有参与演出不少的电影，像最近的就是《怪物骑兵2》。在他里面呢，他是 LeBron James 的替身。Zigzag 本名 Samuel Diaz， 球队队长，6尺182公分，表面看起来很凶狠，私底下其实是个暖男。打过哈林篮球队，跟很多 NBA 球员交手过，在很多地方的比赛，像 Ball Up、Venice Beach League 都是很厉害的人物，也是非常常出现在街球频道 Ball is Life 的球员。最后 Victor Martinez，Core Kings 的创办人。从小就热爱篮球的 Victor， 在2007年于维吉尼亚州的 Richmond 发起了一个篮球和教会服事结合的活动 Forgotten Courts， 被遗忘的球场。2005年 Victor 和哥哥 Simon Rest in Peace， 他们来到很多美国大城市当中相对低收入的区域进行比赛，透过篮球影响当地的孩童和学生。2007年 Core Kings 正式诞生，直到今天Core Kings 总共去过了37个州、8个国家，影响着超过100万以上的现场球迷。每一场比赛，球场旁边都挤满了观众，不管是屋檐上或者是山坡上，满满的都是人。观众的热情程度我只能说，轻松掀开球场的屋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着跟 NBA 球员一样的欢迎。委内瑞拉的观众真的让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他们的每一张面孔、每一个笑容，真的都太可爱了。对手的组成非常多元，年龄层也很广，不管男生、女生，或者是小朋友到大人都有。委内瑞拉的街头篮球规则和一般正规的比赛比较不一样，虽然有5个人，但基本上都是1对1，最后也不太会有补防。过掉对手之后呢，就可以自己得分，或者是传给队友空中接力灌篮。当然之中也会穿插一些流畅的小组配合。不过我觉得最特别的是，面对 Core Kings 几乎全部都是体能怪物的球员，这里的每一个当地球员都没有在怕的，不管是大人小孩、男生女生，每一个人都会使尽浑身解数，把所会的一切都施展出来。从每一场比赛，每一个眼神，我看到了真正的街头篮球精神。跌倒了爬起来，
只要在场上绝对不认输。有好多场比赛我都看到非常感动，仿佛看到了自己国高中打球的样子。还记得当时特别喜欢挑战比自己强的对手，因为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跌倒7次，爬起来8次，就算输了，还是可以抬头挺胸离开球场，赢得对手的尊重。每场比赛后，对方球队会选出2个最佳球员，可以跟着球队一起巡回，直到最后一场比赛组成一队来对抗。被选到的球员还会获得奖金，所以他们将每一场比赛都当最后一场来打。比赛中间也穿插了很多的表演，有街舞、特技、饶舌、freestyle 的演出，从进场到结束都是维持在很嗨的状态。所以其实才2个小时左右的比赛，通常结束之后我都会累瘫在车上。这一次这么多的篮球比赛，我完全从不同角度参与，和以往自己打比赛非常的不一样。我同时发现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首先让我很惊讶的是，球队都没有练球，所以球员只有比赛的前10分钟可以热身，热身完就要拿出你的最佳状态。如何调试自己的体能状况就变成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尤其是那些灌篮王，他们也不是机器人，还是需要时间热机的。虽然整体比较偏向表演赛的性质，但是如果要打出一场精彩好球，球队默契、球员的个人心态跟正规篮球其实完全一样。很多默契上的沟通，球队的化学效应也是影响比赛内容的关键。不过在这里我看到了西方球员普遍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球场上可以因为意见不一样而激烈的讨论，下了场之后都了解那是对事而不对人，相处还是跟以前一样。这个我倒是觉得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而我虽然是担任小腹比赛当下和队友的翻译，但同时站在球场中间录影，这跟站在马路中间差不多。要一直注意有没有录到完整动作，和不要被别的球员、裁判和摄影师挡到，还要小心不要被高速行驶的车撞到。场下和球员聊天的时候，我也是尽量担任鼓励大家的角色，帮大家加油。虽然没有上场，但是就是让自己可以参与球队的其中。参与了18场比赛下来的结论就是，这个摄影和翻译助理的职位真的非常辛苦。球员也许还可以稍作休息和放空，但是助理和工作人员要注意的细节真的是非常的多。每一场精彩又完美的比赛体验，都是很多人的付出才可以共同完成的一件事。如果没有他们，球员也不会打得很舒服，观众也不会看得很享受，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照片和影片的回忆。所以我更觉得，现场的比赛应该要对工作人员充满更多的感激和尊重才对。委内瑞拉其实跟台湾很像，国内最大的运动是棒球，但是篮球正在急起直追当中。随着越来越多美国优秀球员加入委内瑞拉的职业球队，目前委内瑞拉的职业联赛强度在南美的列强当中大概可以排到第3名，紧追阿根廷和巴西。透过 Core Kings 的巡回赛，可以帮助他们挖掘更多的篮球人才。培训后申请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送他们去美国深造。篮球方面一定会让他们的水平获得很大的提升，但更重要的是，在委内瑞拉比较不稳定的政经状况底下，篮球成为他们获得好生活的出路。就像大老板 Alex 就是从贫民窟出身，因为篮球改变了他的生活，改变了他的人生。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听球队老板说，都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最贫穷的贫民窟，最没有资源的偏乡。尤其是有一场在监狱的比赛，让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之前看过南美监狱的纪录片，知道里面其实非常的危险。但是当我们去比赛的时候，我看到所有人的脸上都因为篮球而充满了笑容。先不管他们因为什么原因而来到这个监狱，但是我很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充满篮球的3个小时，大家的心是团结在一起的。不论年龄、背景、种族，我们当下都因为篮球而变成一家人一样。我才发现，哇，原来篮球的魔力这么大，一颗球带来的是欢笑、友善和和平。至于世界上所谓的对错，都被我们暂时抛到一边，这些都留给神来审判吧。来自伦敦的 Joel Henry 说，虽然有的 Core Kings 球员并没有打所谓的职业篮球，但是还是可以在球场上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像他就是职业的灌篮好手，他现在专心往这方面发展。Joel 想传达给小孩子一个讯息，只要你努力发展你的专长，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爱着这个运动，影响更多的小朋友，
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这就是 Kobe 对于伟大的定义，发挥自身影响力，让伟大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一直传承下去。我记得在之前 And1 的第2集当中有聊到现在街头篮球的演化，当中有提到在法国举行的 K54 街头篮球赛。回头想想，这个结合篮球、街舞、嘻哈的嘉年华，不就是我刚才经历完 Court Kings 委内瑞拉巡回赛吗？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幸运能够来到这里。经过1个月，这里的观众会让你有一种感觉，你好像就是 NBA 球员。这里的球员会让你有一种感觉，你好像也可以跟他们跳得一样高。不过最重要的是那个专属于街头篮球永不退缩、永不放弃的精神，好像又从心底再度被挖出来一样。大概在半年多以前，因为小夫的一句话，他问我说：“你英文不错，对不对？你下半年想要跟我一起去委内瑞拉的 Court Kings 巡回赛吗？”那因为篮球加上英文，大概就等于80%的 skip to my 路吧，所以当下我就答应了。这次南美洲之旅中间真的发生太多太有趣的事情了，认识太多太酷的人了。那先不管之后啦，会不会就是有机会回去？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经验已经让我成长非常非常多，我体会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然后一个崭新的国家，让我了解世界真的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身在台湾是多么的幸福啊！我们 WiFi 如此的快，对不对？那我曾经有讲过，就是我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让篮球来带我环游世界。那我有预感这好像只是第一步而已，好像真的慢慢的一步一步在发生。那这边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呢，曾经来过亚洲的 Court Kings 在今年2022年有机会能够再来亚洲巡回，他们有机会能够来到台湾哦。所以记得去追踪一下 Court Kings 的 Instagram， 还有刚刚我们聊过的球员。如果你有喜欢哪一个球员的话，记得也去追踪他们的 IG，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很不可思议的精彩好球之外，也有最新的讯息会在上面跟大家公布。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这次如果他们来台湾，我绝对不能再错过第2次了。最后，我从委内瑞拉带回来了一个小小的纪念品，想说可以来送给大家。因为我其实没带多少钱去，我最后剩2块美金回来。这些就是我从委内瑞拉带回来他们的钞票。虽然币值现在不是很确定，但是呢，其实他们的钞票我觉得非常的漂亮。前面有币值啦，这些都是大概是一些可能将军吧。但是我觉得它的后面，它的颜色很缤纷之外，那后面呢都是印了他们代表他们国家的很多不同的动物，有熊啊，有鹦鹉啊，然后有一些反正很酷就对了。那要怎么样得到这些很精美的委内瑞拉钞票呢？我会在我的留言当中选出3个留言，然后时间是1个礼拜，对，上片之后的1个礼拜之内的3个留言，你们就有机会得到这个我从委内瑞拉带着他们坐了71个小时飞机，经过杜拜回到台湾的这个委内瑞拉钞票，这样子好不好？那留言的格式只有一个格式啦，就是你可以说你任何你想要说的话，对 Court Kings 的看法，对篮球文化的看法，或者是你看完影片有什么感想都可以说。那记得要 #Court Kings 还有 #1个 Court Kings， 今天介绍你们最喜欢的球员，好吗？好，那就这样子吧。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给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最新最酷的篮球文化。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篮球文化影片。Alright, that's it from me today.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